这个作为一名歌手，对吗？You always need to have inspiration。就是可是 sometimes inspiration。等一下，Lucas。为什么？谁是你的 inspiration？ 谁是你的 inspiration？ Hello， 欢迎回到 Kaki Chat， 我是杰慈，我是 Benham 范廷庚。嗨，我是 Gene Caesar 吴思佳，我是 Y Lucas 黄宏毅。今天呢非常荣幸，我们就请到了不同的歌手来到我们的现场。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在新加坡当歌手到底有多难，所以你们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创作歌手，然后做音乐有大概13年。但是我16岁的时候就参加比赛，然后就从那里开始了我的整个歌唱生涯。我本身是可能是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 YouTube 的时候就放翻唱。我开始翻唱之后呢，就慢慢就开始写歌，然后从那边呢就会在那些art market busking 之类的东西，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唱 a cappella。然后也有参加比赛，然后就很自然的呢就开始在 Spotify就是放我的音乐在 Spotify 这样子。OK， 那 Lucas 的话呢？我跟 Gene 一样，就是街头艺人。2022到2023年的时候，2024年尾到今年的4月，我上了一个节目叫《创造营亚洲》。我其实是6岁就开始弹吉他，因为我爸爸我爸爸从菲律宾带回来了一个小把吉他，我哥哥拿那个吉他丢一旁边。爸爸看到我就是拿吉他好像会弹，他就把我送去吉他课，从6岁学到9岁。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就发觉到，有这个 app 叫 GarageBand。GarageBand 就是大家的启发点吧，应该。对。然后就是从那边开始制作自己的音乐。2022、2023年发歌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我就突然好像觉得可能可以往这条路走。所以你是几岁的时候确定你自己一定要当歌手的这个梦想？可能8、9岁的时候。9岁你就懂你想要出道？就那时候我记得7岁的时候，爸爸买了一个卡拉 OK。So every Sunday 每逢星期天吃完饭。就会放那个 CD 进去，然后就会一家人一起坐下来唱歌。小学有没有在那个 hall 表演？Talent Time。我跟你讲，没有人相信我会唱歌，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会唱歌。我曾经有在就中2的时候有在班上就是小声唱歌，可是被我的同学骂。为什么？你安静啊，你唱歌那个玻璃破。那你那个同学现在感觉？结果中3的时候参加那个比赛，然后就讲 ，Oh my God，Ben 有 Q 了。哇，这样子，因为我父母都是歌手，从小就是看我父母出去表演，然后我就是在那边看他们表演，然后也是看他们录 MV 这样子。哇，其实他们其中一个 MV 里面有我在里面，我演他们哪一个？然后放在 MV 上，对，往事只能回味，往事只能回味。当时你就觉得我也想要当歌手。我其实当时是想要当演员，因为我是演员出身嘛，然后之后就是发育期的时候有点不好看，就没有办法，对呀，然后就在家里写歌咯。我觉得也是因为在长大的过程中有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就觉得写歌能够安慰自己这样，然后之后就会想要写歌给别人听。我那时候开始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有那个卡拉 OK machine 吧，那个是因为我妈妈要开始教课，她就教歌，然后我会唱歌嘛，然后有时候我带我的朋友去我的家chill 啦，唱卡拉 OK， 然后他们唱的时候她没有管，反正我一唱的时候妈妈就进来，你这边要这样子，然后你要用你的丹田，然后我的朋友就在那边看我妈妈指导我，然后她就可以啦，重来。他叫你重来，唱一半，我刚才讲什么？然后就你的朋友在那里？对 ，So they just watch 咯，就看我这边唱来6回。这样这个基础打得很好了。对啊，就是被他 force 出来。对，很好。然后就是之后很像我朋友就慢慢就没有来了。没有，没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去那边他们点歌了，可是他们要等6首。其实以前我就跟妈妈说我想做音乐人。可是他们就安静在那边，没回答你。
你没有吗？回，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嘛，对吧？可是就是爸妈看到我能走到大决赛，他们就突然对我有点信心啦。现在我说我有一个我想去拍摄，他说哦，我猜你要不要？啊，所以是因为就是你上了那个节目之后，他们才会有点改观呢，改变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对，就是 Singaporean parents 嘛，对吗？就是要有一个。他要一个 result。Exactly。对。那你一开始是怎么就是想要去那个节目？在6月的时候，创造营的 casting agency 就 they DM me， 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嘛。我的大学的好朋友，他叫我 just do first, think later。对呀，所以就是往这条路走了。所以到时候你是很享受那个整个节目的那个过程。我没手机，所以享受也是有一点痛苦享受了。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没办法，对。可是我觉得很幸运能在这条路追求我的梦想。应该是有提到说你也有参加比赛，我尽量不要再提了。我们是会放过你的。所以 Lucas 经过的所有，我记得那时候的电话好像没有 MP3 的，没有，要自己一个 MP3。There's no MP3。No。那时候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朋友的反应是很大的。哦，是吗？朋友是 go for it， 我的妈妈是你不要跟我去参加这种比赛，你最好不要跟我做音乐，不要跟我浪费时间。对，但妈咪我没有，这个只是分享分享啊。你表演的时候，你妈妈有没有来看？第3圈呢，她就会在那个 HDB Hub， 所以我记得我爸爸妈妈、我的奶奶、我的姑丈姑姑，所有人全家人来，然后进的时候，哇，我的爸爸妈妈很开心呀。但是这个比赛过后呢，就打回原形，就是你要读书，不要再一直想着这个音乐梦啊，那参加比赛这个玩就好了。哎呦，对。可是这个比赛有没有就是 did it open doors for you？ 有，我觉得这个比赛让我交到更多喜欢音乐还是在做音乐的朋友，志阳啊，还有第一届的一些学长学姐，他们也有就是问Ben 你还有唱歌吗？我这里有这个商演啊、表演啊什么之类的，你有没有兴趣这样？所以当完兵过后就开始我的这个驻唱的这个生涯。那你们做歌手的时候，怎么会让自己的收入更加的稳定？谈到收入要沉默，不可以聊，对，商业机密。我本身因为我没有什么驻唱，因为我的那个头脑不能够塞一样的 number of songs，所以我本身就是很像比较是商场演出然后不然就是跟我的 acapella band 一起，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多数在社交传媒上面发东西，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像广告之类，然后从中也有拍戏或演戏，很像比如说接下来就是有一个中文的歌舞剧。哇，对，这之外呢，我也是会很像做那个叫什么动作组的那些替身啦什么的。stunt 那种。他会耶。有啊。Really? She's a stunt. You are stunt woman? Yeah. 所以其实你们在 COVID 的时候，你们在做音乐，在学音乐，我其实是在 learning how to stunt。真的吗？我有看过他的 video， 他有 apps 的嘞，然后他会 work out，you know， like 有时候 scroll 他的 IG 会看到他哇 work out。所以假如如果是枪射那种，你会？会啊。Oh my god！ 所以你一开始的话就不是完全 full time 是在唱歌？不是，我 full time 是比较近期。那你记得你最多一次过有打多少份工？哇哦，三份。可是那个是很久以前了，所以现在没有那么惨了。现在主要就是在拍摄，然后做替身或做武打演员，然后就是在出歌。所以很像 Spotify 之类的这些 streamings 就也是算是一个来源。而且我看到你之前有被那个 Spotify 有拿一个奖，对吗？对 Spotify 他们像每年会有分一些奖，然后我本身很像也是就是因为 Spotify， 然后就有在纽约这样子。恭喜 The Billboard，yes，yeah，Times Square，nice。我觉得可能我们大家都有一样的感想，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做音乐很辛苦，可是就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就看到那个 Spotify， 我就觉得 OK 啦，不错。我有几个，就是第一就是最多来源的就是婚礼驻唱、婚礼表演，1年
40到50。哇，40到50场。对 ，COVID 的时候没有人结婚嘛，但是我有30。哇，online 的呀，在 Zoom。Then 我们 just live band 咯，then we stream。然后有 coordinator 在那边 ，OK couple ready marching 3, 2, 1 go，then 我们就 So as long as I live，然后他就 very professional。第二比较多这个钱的地方是 event 啦。就是商演，第3就是还有 social media campaigns， 然后最后就是驻唱哦。那如果驻唱的话，就是你1个月平均可以赚多少？我可以讲那个 market for regular gigs 啊 per night 啊 ranges from 200到400 per person， 就是要看这个人的 profile 是多好。如果 let's say today is Lucas or Jean， 他们的 profile 很 solid 的话，可能 Lucas 他可能第2个 set 的时候，他会突然间跳舞这样，然后没有可能没有漏啦，没有漏，就可能他唱歌他会跳舞，然后观众记得对让他喜欢他的话，老板会愿意给钱，那漏会更多是吗？对你就会。因为我就是大概4、5年前才开始这个音乐的道路，所以我的经历就没跟师姐师哥们一样经历。再讲一下，我的经历就没像师姐师哥们那么。我现在也还在读书啦，可是我尽量不想回去读书了。下个学期也可能需要申请多一个休假。我想做一个全职的音乐人。我的第1跟第2年的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测试的时期，看怎样能让这个音乐的道路 make it sustainable。可是你大学读的是音乐相关的吗？是啊，我是读商学。Actually 我觉得不错嘞。你可以学到那些东西，然后 apply in your business。你是一个 business 啊。对啊，我们就是做音乐，就很多时候就要做自己的 promotion。就是创造营，那这个节目之后 ，I started to view this journey as more of a wider scope。就以前好像一直想做音乐，好像只是想单单写好歌啊发歌。可是我觉得做一个音乐人，做一位 artist especially，需要 you need to have a wider view。那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想要放弃的 moment？ So many。有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以一位驻唱歌手开始了我整个音乐的这个道路，所以其实到了 COVID 的时候是我最辛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在问自己，我到底爱不爱我的工作？因为我已经有一点麻木了。第1个 lockdown， 然后我就说 OK， 这30天我每天写1首歌。我那时候想要就是说，透过这30天，我到底爱不爱音乐？如果我爱的话，我就继续做。谁知道就越做越就有一点 addicted， 这样我从来没有分享过。那时候2022开始的时候，驻唱对我来说没有一个满足感，我根本不开心。我唱几个星期3天2头就撒爆，就不去唱。那时候真的很想像他们一样。就是全职，就是发自己的，就是越发越多歌越好，然后就开始发现，我的口袋没有很深啦，所以还是要找一些工作来，好像 Jean 一样。It took me a year plus， 1年多，然后再重新调整自己。那 Jean 的话呢？有过想要放弃，因为就是很难收到工作嘛，在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很像学了一些我就很像去考了一个教练的执照，就开始在那个运动场有打工，然后也就是打工就会很累嘛，然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创作能力。有一次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就来跟我说话，他就说我很欣赏你的歌，然后其实因为我从你的歌里面觉得我有共鸣。然后也就觉得很像能够从你的歌里面收取一些力量去坚持下去。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很感动，我就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要写歌。其实当时我是在交往的对象其实是叫我放弃的，他觉得不稳定，然后觉得我没有什么方向。所以当时你怎么样跟你的那个伴侣解释？我们分手了。没有那么简单啦，可是我就从中就发现到，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跟我一样我是分的。
因为他不支持之前那你的个之前有些人就是寻找伴侣的时候就觉得，哇，音乐人很像来很酷哦，快很酷哦。哇！那在一起的时候，但很哎呀，辛苦为什么你这样的？不然那个为什么你写的神秘感歌不是不见掉了我？对了哇，对，为什么你没有写给我？你一直写给你的 X 的。对啊，像你唱这首歌也是 about your ex。其实那个不用紧了，不要说了。你不可以这样子，这个作为一名歌手，对吗？You always need to have inspiration。就是哦，可是 sometimes the 等一 inspiration。下，对，等一下，等一下，可是 make sense。对，make sense 对 Lucas，哦为，什么？谁是你的 inspiration？谁是你的 inspiration？谁是我 inspiration？我觉得他 manager 不在。我觉得 my experiences revolve around my life and my friends and family。对，有几首是写给你的 X 的。我觉得 OK， 我先跟你讲。 OK，我202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 OK 发了8首歌，4首是写给3个女生的。哇！你是等一下，没有你确定你我没有还要回家哦，Zara 也知道，他也知道。 OK So OK， but that year was about love. So the whole EP was about love. 然后到最后一首歌是我求婚的歌，我讲的啊。 OK。所以你有几首是写给你的 X？我现在发了6首吧。 6首是 OK 都是啊，都是6个不同的。 OK 哇，3个手他开始指头。算了。 2-3首吧。一首是看到我的朋友和他的女朋友很亲密，我就感觉到我很 sad 啊，所以我写了一首歌《Lonely People》。所以我觉得要在做这行里，要交往其实不太简单，对对，因为你太热爱音乐了，有时你会不对你的 partner。You won't have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that 对 that 你会 they 忽略 require 对对我来说，我看 love them based on the way you love them, you must love them the way they want to be loved。 ，Yes, it's true. 对，就是那最后的话，你们会推荐别人进入你们这个行业吗？ ，of course，不会吗？他们沉默了一下。如果你真正喜欢音乐，我觉得你应该做这个行业啊，因为音乐，我觉得 arts is and creative 的这个 industry 就是一个 there's no rules, there's no you're not bound by anything。我觉得是一个很被热爱推动的一个职业，所以 there's nothing to lose most of the time。我觉得，如果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其实要有很大的 discipline。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能够享受到一些其他朋友能够享受到的东西，就是真的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就是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go for it。Ben 的话呢，你会推荐别人进入这个行业吗？当然希望越来越多年轻的音乐人，但是做音乐是要花很多钱。如果你每一次都会以钱为第一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不适合你。是啊，当我和 Zara 在一起的时候，当我每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会说：“诶，你没有钱就不可以做咩？” 哇，很好嘞。 Last year I released a song， 我花 17K 一首歌呀，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想那个钱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在跟朋友聊那个 MV 的时候 ，Then after I say how much? Don't worry, bro。他讲 Just go and ask the brands 啦。哦 Yeah ，yes。结果这个 MV 是 partial sponsor 这样。其实做音乐就跟做生意很相似其实很像，很多时候你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做音乐的时候，就是 you will have a lot of expenses。你给工人了之后，自己可能收不到东西。我觉得 you must 就是 like Jin said by the bullet， 你不可以轻易而放弃。Once you scale your business, that is probably when you start to see the earnings coming in。我这样听下来觉得哦，就是做音乐不单单只是要把歌唱好，然后把你的歌曲写好，还有更多的是你背后到底要怎么 present 你自己。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思考，然后也祝福你们在这个 industry 可以越来越好。耶！谢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拜拜。